中美哪怕如今处于对立面，可真要发生点什么，美国照样不敢对中国动手。这是为什么？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如此针对中国，其关键原因就是我国的迅速发展让其担忧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会受到动摇。如今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的速度发展下去，美国会情急之下向中国发起攻击的时候，有人却跳出来直言美国不敢。仅从在疫情期间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不断派出军机在南海上空飞行，军舰接二连三展开演习，还派出侦察机在台海上空侦察。如此危险的举动，为什么还有人说美国不敢轻易对中国动手？这让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直言美国天天都在动手。针对这一争论，分析认为动手跟挑衅是两码事儿。美国多次派出军舰或者军机在南海和台海活动，是为了挑衅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动手。这跟美国使用炮击攻击我国不一样。更何况此前美国专家曾说过，中国先进武器太多，让美国不敢这么做。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增长，综合国力也有很大提升。我国目前也研制出了几款性能不亚于美俄的战略弹道导弹。例如8月份的时候，中方在南海分别发射了东风26B 和东风21D 导弹，两枚不同型号的导弹分别在不同地点发射，却均同时命中同一个海上移动的大型目标。东风21D 和东风26B 都是反舰弹道导弹，前者射程1800公里，具有反应速度快、打击精准度高以及突防能力强等特点。后者的射程呢，则是4000公里，具有跨区无依托机动发射能力。东风26B 的超远程意味着在任何一场战争中，试图打击中方大陆目标的美国航母都必须冒巨大风险。仅凭着东风21D 和东风26B 反舰弹道导弹作为核心，搭配上全面的近海作战体系，中方就已经具备在第一、第二岛链内有效攻击假想敌以航母作为核心的大规模水面舰艇力量的能力。更不用说东风17是一款需要特别提到的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虽说这出现的时间相比美国和俄罗斯要晚一些，但这丝毫不妨碍东风41的综合技能。在融合了各种先进技术的同时，其打击能力和威力上也更加强大，甚至超越美国和俄罗斯所制造的。就从东风41洲际导弹采用了惯导系统来说，该系统能够使东风41精准度更强，加上有远程运载火箭技术作为后盾，美国怎么敢来攻击？天天挑衅是一码事儿，当我国真要有反击的迹象，美国恐怕立马就怂了。以前没什么武器，都一样把美国打怕了，现在武器装备都上来了，美国用什么来打？摩萨德指挥官疑似在以色列首都遭枪杀，细节曝光，疑点重重，会是谁干的？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消息指出，近日一名45岁男子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遭枪击身亡。经过了解，该男子名为法米希纳维，是以色列萨德摩高级指挥官。据悉是希纳德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突然遭到15次枪击，命中后多名枪手迅速离开了现场。通过网络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截图以及照片显示，一辆汽车车上多个弹孔停在以色列首都当地的一处十字路口，周边围着大量的人群和警察。目前该消息还未得到证实，因此并不能确定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与此枪击案有关系。高级指挥官被射杀一事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被疯传，以色列方面到目前为止是未对枪击事件做出任何表态和回应。针对这一事件，舆论最多的是指向伊朗。在头号核科学家被暗杀后，伊朗曾对外表示要以色列付出代价，这显然意味着该国已经将暗杀事件归结到了以色列身上。伊朗核科学家呢，当时是遭到一辆路边废弃的尼桑轿车上的自动遥控机枪扫射，一支12人的小队对其进行精准刺杀时，伊朗就认为刺杀小队和整个策划方案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干的。
如今以色列摩萨德高级指挥官被刺杀，外界也就自然认为是伊朗的复仇行动。可事实上，这次的刺杀事件并不一般，可以说与此前的预测不一样。虽然说摩萨德向来是很喜欢在他国玩刺杀，但是很少有摩萨德高官在以色列本土遭刺杀的。再者，事情发生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方面对于此次刺杀事件反应非常反常，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低调不是以色列一贯的风格。这也就说明了这件事情不一般。之前只要是巴基斯坦等国家袭击了以色列，哪怕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都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可现在以色列遭遇这么大的损失，却没有任何反应，这不免让外界怀疑该国是否在准备什么。不过没经过证实的消息，不代表外界不会对此进行猜测。尽管以色列情报高管是在本国首都被暗杀，与之前预测伊朗进行报复的动作或许大不一样，但伊朗仍然是最可疑的。此外，也有一部分认为是美国所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故意制造的刺杀事件。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这需要后续才能得到答案。但刺杀事件一旦得到证实是伊朗所为，那么这恐怕只是个开始。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会持续进行，严重的话很可能会引爆整个中东。美国从遮羞避嫌的针对我国到指名道姓的叫嚣，是在借我国军事刷存在感，还是有进一步的动作？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英国对外宣布最快明年将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为核心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同时，美国也计划在澳大利亚等地部署陆上部队以及可以摧毁中国海军舰艇的远程导弹系统，以更好地控制西太平洋。尽管美国当前仍然是全球排名第1的军事强国，可我国这些年来的迅速发展能很明显地看到中美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例如，我国现在研制出来的领先世界的万吨级驱逐舰，其性能超过了除了退役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以外所有的驱逐舰，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的主力驱逐舰。此外，中国海军军舰的不断下饺子，让我国的军事实力上升了很多。仅2020年，中国就共下水了23艘1000吨级以上的军舰，是全球海军下水舰船最多的国家。不过这与美国海军军事实力相比，显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毕竟美国是拥有11艘重型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航母未来在战时是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反舰导弹的活靶子，也不一定是强大战斗力的代表。除此之外东风41洲际导弹最大射程则可以高达14000公里。反超美国最大射程为125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从美国把我国当成假想敌那一刻开始，就证明该国开始忌惮中国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疫情期间，美国多次派出军舰或者军机在我国附近海域挑衅，并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挑衅我国，更多的是想借此打压和压制我国的发展。该国担忧中国的军事实力会发展至超过自己，就像此次美国将领表示，美国应该补足支配中国能力的短板，只有这样才会让对手知道，如果他们跟美国开战，就会输得很惨。针对该将领的这番话，分析认为美国从遮羞避嫌的针对我国到指名道姓的叫嚣，其一是美国认识到了在疫情期间美国的衰败，而中国正在加速前进的事实，为此想传达出中国在崛起，全球都不能忽视。其二也是想借此希望美国人不要再内讧，共同来抵制外敌。其三，警告其他国家不要试图超越或者取代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为了避免遭到美国的恐吓和讹诈，此前就有军事专家扬言，中国要准备上千枚导弹。虽然相比美国拥有的6400枚导弹数量上还是差了很多，但是在关系越发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确实有必要适当的增加核数量。话虽嚣张，但该将领也给我国提了个醒，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有立足之地，也更不会被他人欺负。